欢迎收看黄小叶的影音日记。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是洗白我对巴黎的坏印象。我为什么会想要谈这个主题呢？就是当我跟我身边的朋友讲说，我要到巴黎玩一阵子哦，然后我的朋友都会说，哇，好棒哦，那你好好玩哦。然后通常后面就会加一些他们对巴黎的某些坏印象，然后提醒我要注意。其实我们台湾人，不管是你说你要去哪里，他们都会说你要注意，这是我们的一种 style， 是我们的一种关心的一种方式这样子。但是他们不外乎会讲到巴黎的某些印象。那这些印象呢，当我来到这里之后，我发现有些印象并不像是我们一开始所想象的那样，所以我今天想要特别拍一个这样的专辑，来跟大家洗白巴黎的坏印象。那首先呢，是我的朋友通常会说，巴黎的治安不太好 ，OK。那第二个就是讲说，巴黎人对于讲英文的人都没有非常友善。第三个是讲说，巴黎人其实有点冷漠，不是很爱搭理人，他们的服务态度没有很好，大概是这几个这样子。那还有讲到，巴黎的这个市井还有地铁都又脏又臭又乱，根本就一点都不浪漫，类似像这样的一种说法。那我来到这边呢，大概已经第3天了。第3天呢，我的感想是，我觉得关于又脏又臭又乱这件事情，我觉得不太贴切。要贴切的话的形容，应该是讲说比较老旧。巴黎是一个比较古老的一个城市，所以说他们的地铁也是1900年就启用到现在，所以已经大概有120年的历史。它跟台北的捷运当然不能比，我们台北的捷运就是非常的干净，也非常的新。那当然我们也不准乘客吃东西，所以这跟巴黎的地铁就有很大的差别。那所以巴黎的地铁会长得比较破旧一点，但是不会到又脏又臭又乱，所以这是我第一个想要为巴黎就是洗白的第一个坏印象。第二个坏印象就是他们不太搭理讲英文的人，还有他们的服务态度比较冷漠这件事情，我觉得完全不会啊，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我想了一下，大概是没有开口说法文，所以他们就不会想理你。事实上，我觉得法国人很有礼貌，因为他们只要是你一进到店里面，你讲 Bonjour， 然后 Merci， 然后 S'il vous plaît， 然后 Excusez-moi， 这些就是请、谢谢、对不起、你好，会把这些字眼挂在嘴边的民族，怎么可能没有礼貌呢？我觉得是，如果你没有讲这些字眼，对他们来说，你才是没礼貌的那个人。所以他们会没有礼貌的对待你，肯定是你没有以一个礼貌的态度去对待他们。那今天我们不用很会讲法文，像我也其实只会讲这几句而已。但是每当我用这样的开头去讲了之后，我再切换成英文模式跟他们对话，一切都会变得容易很多。相反的，如果你一开始就用英文开头，他们常常不太爱理你这样子。那这是我对法国人的一个印象，所以就是他们其实很有礼貌，但是我也发现他们其实不太守规矩。就是你从交通号志，就是红绿灯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其实没有非常守规矩。那但是他们的不守规矩其实有维持一种巧妙的平衡，他们并不是那种完全超出就是范围的那种不守规矩，而是某一种他们对于守规矩的人其实是有一点点不喜欢那样的生活方式的。举例来说，像我今天呢去买香水，就是这个牌子买香水，然后跟就是那个店员聊起来，然后我有聊到说我姐姐嫁给瑞士人，她目前是居住在瑞士，然后她就说到瑞士的时候，她的表情有点有趣，就她说瑞士是个好地方，不过就是有一点 tough，
就是他们觉得有一点严肃，然后有一点 boring， 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对于这样的生活方式，他们没有觉得不好，但他们并不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所以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法国人不喜欢英国人，因为英国人就是比较traditional， 就是比较传统，然后比较 classic， 那他们的方式就很不那样，所以他们不喜欢这样的人，也还蛮情有可原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下一次你来到法国，要洗刷这些坏印象呢，第一个就是你一定要开口说法文，第二个就是你要享受一下法国那种稍微有一点不在规矩的线上，但是又不会超出那个很严重的范围的那个标准里面，这样你就可以充分享受到法国带给你的一种迷人，然后浪漫的一种感觉。这样子，这是我以上对巴黎的一种想法。那如果呢，你对巴黎呢有一些其他的感觉，或者是说，你觉得我这样讲可能有一点太粗浅了，那你可以留言告诉我哦。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明天呢，我会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这几天有去的景点有哪些。那希望大家也准时收看哦，拜拜。